萧北明，本座有些想不明白，以你的聪明才智，作为夜煞，怎么会为一个女人献身？人与人之间的情感，诸葛首座怕是一辈子也想不明白。你也就能逞逞口舌之力了。即便你现身，对钟雪曼的案子也毫无用处。找不到她无罪的证据，今天不斩，秋后也会斩；秋后不斩，开春也会斩。可若我有证据呢？哦，你找到了？钟雪曼的案子最大的疑点就在于，钟雪曼和老臭虫同处夜叉庙，随后老臭虫被害，而案发现场没有第三人出入，所以认定他是凶手。不要说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，说说你到底有没有找到第三个人出入夜叉庙的证据？并没有。你倒是诚实。来人，将这二人押入大牢。是。父亲莫急，听他把话说完。诸葛首座，现场虽然没有第三人的出现，但杀人的不是钟雪曼。混账！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不是钟雪曼，难道是老臭虫自杀？当然有凶手，但凶手他不是人。不是人，难道是鬼不成？是天。你的意思是，老天爷杀了老臭虫？是雷电。没错，是雷电。案发前后，天降暴雨，电闪雷鸣，杀死老臭虫的是雷击。一派胡言，一派胡言！您可以不信我，但尸体他不会撒谎。您大可叫仵作来验尸。把老臭虫的尸体抬上来。云儿，父亲，让他验，我倒要看看他能验出什么花样。抬上来吧。是。诸葛首座，我对验尸并不精通，可否烦请神不营的风仵作帮忙一验？风清主，一定要仔细查验，必须要做到公正、清明。是，首座。尸体的头顶到脑后，沿着脑缝有一道裂纹，用棉棒探鼻腔可以取到焦化的脑液。死者随身携带的铁器也出现了磁化，这些现象都是遭雷击的特征。尸体烧焦如此之严重，这也是雷击所致啊？是的，因为死者是个酒鬼，死前曾经大量的饮酒，酒可助燃，所以尸体才会焦化。也正是因为焦化的严重，以往我们断定遭雷击致死的特征都被破坏了。例如，雷击处的皮肤会缩紧，肌肉会痉挛，胸、背、颈、脖这些地方都会出现类似于转纹的痕迹，在这具尸体上都没有。证据不止如此，夜叉庙年久失修，屋顶自然有漏洞。而我发现，在尸体的正上方，正好有一处最大的漏洞，而这漏洞旁的杂草都有刚被火烧过的痕迹，这些都足以说明老臭臭是被雷给劈死的。把尸体抬下去。是。诸葛首座，老臭虫是被雷劈死的，那就应该算是意外身亡吧？也就是说，现在有证据证明钟雪曼是清白无辜的。诸葛首座，是不是可以放人了？
把钟雪曼放了。是。钟雪曼的案子可以到此为止，但是萧北明，你的案子本座还要好好审审。来人，把他押入大牢。是。不可！钟雪曼，钟捕快。你虽然洗清了杀人嫌疑，但是这段时间你是否包藏要犯还说不清楚。倘若你阻碍岸真营办案，我不介意把镣铐再给你戴上，一同审理。把人带下去。是。岸真营诸葛通、诸葛孔云、神捕营方天正听令，陛下有令，命你三人速速进殿觐见。夜煞萧北明现在何处啊？启禀陛下，现在岸真营关押。萧北明被通缉3年了，一直都是无影无踪，如今突然之间出现在大庭广众面前，你们给朕个解释，给朕个解释！陛下，应该是余情未了。萧北明出现在法场，是为了救钟雪曼。荒唐！陛下，萧北明突然现身，是何原因，有何图谋，只要一审问便知。现在人已落网，你们两家谁来审要犯？那自然是神捕营更加合适。诸葛孔云，夜煞一案一直都是你们岸真营来负责，现在人也关押在你们岸真营，为何你却说要神捕营来审更合适啊？臣提此建议，自然也有臣的理由。陛下，臣与萧北明自小一起长大，打交道数年，平心而论，臣从未赢过他。且萧北明之前是神捕营的捕快，身负奇才，断案无数。普通的刑罚和审讯，他最了解不过，对他毫无用处。只要他不想张口，任凭百般折磨，也不可能从他嘴里撬出半个字。而且夜煞一案非同一般，数年间数位高官被杀，还有百姓惨死，影响甚大。即便萧北明落网，如果不能洞悉他的图谋，悉数打尽他的余党，大齐便仍然处于动荡之中。那照你这么说，就是拿他没办法喽？不，或许有一个人可以。谁呀？钟雪曼。为何是他？萧北明躲藏3年，今日意外现身，肯定与钟雪曼有关。不管是否余情未了，生活论对萧北明的了解，没人可比钟雪曼。方天正，臣在。审问萧北明一事，就由你们神捕营负责接手吧。臣遵旨。下去吧。陛下。你还有事啊？陛下，要犯黄无常从微臣手中逃走，是臣失职，也是臣向父亲进言，失职险些误杀了神捕营钟雪曼。虽然萧北明现身，夜煞一案有所进展，但臣自知罪责难恕，还请陛下责罚。好，那朕就赐你杖奏。杖责30，在岸真营闭门思过，禁足期间不得触碰任何案子，不得接触任何的人。你什么时候想明白了，再出来探案？臣遵旨。
首座，首座。牢门打开，把萧北明交给沈捕营。我说的话没听见吗？开门。带出来。打开。把诸葛孔云押进大牢。首座，这不用押。给诸葛孔云杖刑30。杖刑30。首座。若难解，就不必再多言。燃尽半生热烈，不问明天。一程伤，一程缘，莫回首，莫窥见。踏破天光，何惧赴万劫？无悔亦无怨，爱恨只一念。若临远，一次身窥见。为世上的深，为故人为所求。先说清楚，这小钱到底怎么分啊？师兄真是秀外慧中，样样精通，千万别忘了还有个小师弟，他就莫小冲。哎，我借你的钱是不是不用还了？免了。好嘞，不是你不是耳背吗？啊，不是你。首座说了啊，这次案子大家都有功劳，洪峰人人有份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来，这是你的，你的。哎，师妹，有我和我叔的吗？有啊。哎，师妹，我出力最多，功劳最大，凭什么我就一个呀？你看，小财迷，你又私拿我的钱！审问，刘峰，进山就不。刘峰，你欠我的钱免不了了。就不必再多言，燃尽半生热烈，不问明天。这师兄再怎么看，他也不可能是夜叉。你们觉得呢？莫回首，莫窥见。踏破天光，何惧赴万劫？无悔亦无怨，爱恨只一念。若临远，一次身窥见。
为驰骋的雪，为孤勇的决，为所求。首座。首座。你们都出去一下，我要和肖北明单独聊一聊。首座，是公子让他们不留情面的，说是陛下谕令，所以才……这是他应该受的惩罚。首座，首座，把门打开。是，不用打开。首座，要不要送公子回房间调养？陛下的谕令，你敢违抗？事情怎么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？方首座，您想知道什么？你也算是我看着长大的，这么多年，我亲眼目睹你屡破奇案，成为了整个大齐最年轻的神捕。万万没有想到，你我以这种方式相逢于此。我也没有想到。那也好，原来在一起共事，从来没有机会像今日一般，可以心平气和地说几句话。我向您保证，今日我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你到底是不是叶莎？公子醒了。父亲，你是不是有很多话想问我？我是有很多话想问你。这几天你做的种种事情，让为父感到非常陌生，好像不认识你了。你还是我的儿子吗？李龙，快扶我起来。好，趴着别动。全天下都认为我是叶莎，方首座为何还如此问呢？我曾经对此也是坚信不疑，直到你今日现身法场。按理说，这世上最痛恨你的人，恐怕非钟雪曼莫属。毕竟他父亲惨死在风波湖上，他若见你，即便不把你千刀万剐，也必定会用尽全力把你投入大牢伏法。可他却还有你，你若是十恶不赦的叶煞，那么多人命葬送在你手上，如此冷酷无情，又岂会为了点男女私情，甘愿现身伏法？这其中必有玄机。所以您动摇？所以你究竟是与不是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萧北明在京城？其实也只是感觉，并无实证，但感觉儿子在父亲这里已经成了机会。
我让父亲奔战中学门，其实也是在赌，并没有万分的把握。你都赢了，也算是赢了萧北明一回。但让我费解的是，萧北明现身应该掌握在岸真营手里，这样夜杀案就能结案，我们岸真营可以收获无数荣光，可以把神捕营死死地踩在脚下。可是你却将萧北明交给了神捕营。父亲，你觉得我在殿上跟陛下说的都是托词？是与不是，皆靠证据论证。方守则，这3年来，我一直在寻找一个真相。我可以将我知道的如数告知于您，至于我是与不是，您自行判断。说，这一切都要从一个叫海牙的地方和一支叫岑风甲的军队说起。我怎么从未听说过？一个从大齐版图消失的地方，和一支残杀过无数百姓的军队。我师父钟云尺还有霍宗耀将军，都曾在这支军队任职。其实这次，我也并未赢了萧北明。什么意思？你把他逼出来，肯定是他料想不到的。萧北明是何人？他敢现身发场，就一定留有后手，不会束手就擒、乖乖等死的。既审不出的，又不敢处死的，那个时候才是左右为难。审不出就问斩，即刻定案。我并未找到海牙，所有关于海牙的一切都是从叶莎的手下那儿听说的。至于是与不是，那场杀戮是否真实存在，还有待查验。那叶莎呢？我猜测，她是海牙孤儿。海牙孤儿。3年前高官被杀案和风波湖一案，均是叶莎在复仇，或者说，是海牙孤儿在复仇，而这场复仇至今仍未停止。你有证据吗？老周忠死前，我也曾在场。他亲口跟我说，叶莎在命他制作一种丹药，其丹药威力无穷，一旦制作成功，大齐将覆。那就查呀！不可，至少您不可。为何？这必然是大齐不可触碰的禁忌，除非守则您不想活了。我承认，对萧北明的审问肯定不会一帆风顺，但即使什么也审不出，甚至把人审死了，夜煞案定案，对岸真营就是有益无弊。那真相呢？真相不是最重要的吗？真相是重要，但也要看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。如果是神捕营审出的真相，那就不重要，甚至不如没有真相。照你这么说，这个事儿我查不下去了。黄无常，黄无常应该见过叶莎，当务之急是尽快抓捕黄无常。大齐将覆，大齐将覆，好大的口气啊！如果萧北明死了，又有夜煞余孽出来犯案，我们该如何做？来一个杀一个，一个不留。可陛下还会给我们机会吗？父亲，把堂上山岳交给神捕营，已经是在保全我们自己了。请你再相信我一次，这个案子不会这么快结束的，我们还有机会。你就在这里好好养，闭门思过。既然把我交给了神捕营，我的命便在您手里。您如今有3个选择：其一，把我认定为夜煞，将夜煞案结案，甚至是可以把我处死。可若日后夜煞再度犯案，后果不堪设想，这未必是您能承担得起的。
其二呢？其二，将我暂时关押，沈捕营速速抓捕黄无常。可以如今沈捕营的实力，能不能抓到且不说，这是一场博弈与时间的博弈，比拼的是无数性命，甚至是无辜百姓的性命。无论是时间，还是夜杀，只要我们输起义，都是一场重大灾祸。其三，相信我，让我去抓获黄无常。别在我面前转悠！啊！别在我面前瞎转悠！啊！哎，叔，您来了，走走走。哎，叔，首座，萧北明不是夜杀，我可以拿性命做担保。我也可以。我也可以做人证，我可以为大哥证明。那是你大哥，那是嫌犯。拿什么证明？就凭你们空口白牙，还拿性命担保？你们的性命此时在你们自己手里吗？你们知不知道自己犯了多大的罪？首座，我承认我以前隐瞒了萧北明的消息，这是我的主意，与他人无关，我愿一人承担私藏。萧北明确实是要犯，但是是不是私藏？你再好好想想。首座，方银，记。哎，中捕怪获悉了要犯萧北明的踪迹，立刻上报于本座，请求抓捕。可本座认为，萧北明关系重大，背后可能隐藏着巨大的秘密。为了大齐的安危，本座委派中捕怪，利用过往关系接近要犯，赢得信任，也获得更多的情报。如今，萧北明已经落网，抓捕此嫌犯的任务也正式结束了。本座会为了几位的英勇无畏，向刑部报请嘉奖。方言都记下来了吗？我刚才说的话你听到了没有？我听见了，可是什么？首座的命令也可以违背？不敢，我记不记？多谢首座，愧不敢当。中捕怪，陛下有令，接下来由你来负责审理夜杀萧北明一案。既然是陛下的命令，萧北明在沈捕营关押期间，你可以随时进去审理。我已经把莫冲、刘峰调回来看押嫌犯，至于怎么审、怎么问，你们自己看着办。是。是吗？走。你们一个一个还杵在这儿干嘛呀？就不能让我静一静？赶紧给我散！为官几十年，没想到最后要把命压在嫌犯身上。人犯已到，想怎么审？鞭刑还是杖责？大哥，轻一点，我还能恢复呢。
来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我先干一碗啊。哎，同说，你悠着点儿，就你那酒量，今天开心嘛，我等会儿干2碗。你可得了吧？你这叫什么？脱了裤子去打老虎，既不要命还不要脸。哎呦，那我也来一个。啊，你说。疯子，你今天是拿了砒霜当糖吃，嘴挺毒。你什么时候学这么多莫名其妙的话？我在镖局学的，别的没学会，就学会这些了。不过疯子啊，你以后得跟我好好学学，这样的话，大姑娘小媳妇儿都喜欢你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来，我们一起庆祝萧大哥跟雪曼劫后重生。来，干！我是没想到方守作如此深明大义，以前我是对他过分了一些，以后还是要多恭敬他一点。其实能有今天这个局面，还要再感谢一个人。谁啊？谁啊？诸葛孔云。谁？诸葛阴险？这所有的坏事都是他干的啊！他们父子2人联手陷害钟捕快。大哥，要不是你及时出现，我们此时此刻就在给钟捕快上坟了。闭嘴！我说的是实话呀。倒也是，以前我觉得诸葛孔云吧，也就是人不好，现在觉得简直就是蛇蝎心肠。还好陛下圣明，把你交给神不营处理，这要是落到暗真营手里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陛下给了那诸葛花蝴蝶30大板，罪有应得，活该。其实有些事，可能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那日在威州，诸葛孔云走向马车，其实就已经发现了我的存在，甚至可能更早。早日康复。那他当时为什么不抓你啊？他在威州若是动了手，你们会怎么办？他若敢动你，我就要了他诸葛花蝴蝶的命。你们的举动他不会看不出来。他不动手有2个原因：其一，他不想在那个时刻看见神捕营与暗真营2营相残；其二，他心中也有个疑惑。什么疑惑？你们为什么会跟我在一起？诸葛孔云从来都不是一个狠毒之人，但他却要当街问斩师妹。他这么做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为了将我引出来。如此行径，他简直就是卑鄙小人。那也是无奈之举。陛下只给了他们父子2人最后3日期限，若不能将我引出来，他们父子的命可就保不住了。那难道就可以用大哥你的命换他俩的命吗？好了，你消消气，我现在不是安然无恙吗？你这话说的，那是你运气好碰到了方守作。是诸葛孔云在殿前请命，让神捕营来审我的。夜煞案定案，对暗真营就是有意无弊。那真相呢？真相不是最重要的吗？曾经大旗齐鸣的2位神捕，都曾毫无底线，利用受害人吸引凶手，如此手段，就算案子破了有何意义？我真是没想到这么多年，你不止一点没变，你还变得更加龌龊，甚至连真相都不在乎了。可就算如此，他也只能算是将功补过。这也是问题所在。你们愿意相信我，伴在我左右，护我周全，可在全天下人眼里，我就是夜煞。诸葛孔云是夜煞案的负责人，他就算把我给杀了，那也是应该，又何来将功补过呢？你是说，他也相信你不是夜煞了？至少我现在有机会能够和你们重聚。这诸葛孔云还真是深不可测啊！也不是深不可测，他的所作所为，都只为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真相。该做的我都做了，接下来该你了。眼下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查到黄无常的下落。可方守作只准许我们随时看你，并未准许让你出去查案。没关系，我还有你们。那我们从哪开始查起呢？还是要从黄无常被劫走查起。黄无常是被人用毒劫走的，可这押送路线是绝密，又是如何被人知晓的？诸葛孔云也怀疑内部有奸细，
但却并未查出是谁。就算有奸细，那他又是如何知晓押送路线的？那首先就要知道这条路线是如何定的，且都有什么人知道。据我所知，诸葛通临时更改了路线，并非是原来从威州回到京城的道路，就是怕有人走漏风声。照这么说，这条路线只有诸葛通和诸葛孔云知道。诸葛孔云当时在威州，诸葛通在京城，就算更改路线，他们又是如何传递所有消息的？消息在传递的过程中最有可能出现问题，查一查他们传递消息的方式。万真营有自己传递消息的方式，需要问一下诸葛孔云。可他现在被关在安真营的大牢里，得想个办法与他见上一面。主管，神捕营的人登门拜访。神捕营。怎么样了？诸葛孔云被关在安真营的大牢里，根本进不去。又遇到那俩倒霉蛋，见到我们啥话也没说，只是让我们滚。哪俩？董良和王老啊。我俩上次来就是扒他俩衣服，我真服了。他俩在安真营是出了名的记仇，今天指定进不去了。进不去。招揽生意啊！招揽什么生意？招揽生意？我们在这干嘛？你不知道吗？不知道啊，这不是醉仙楼吗？你要再放，我对你不客气了。在这儿放烟花，你们是专门来捣乱的吗？李龙，今天什么日子？外面怎么会有鞭炮的声音？怎么了？是神捕营那群人在外面捣乱，他们把公子害成这样也就算了，竟然还跑到我们门口庆祝。公子，你别生气啊，我这就把他们赶走。等等，李龙，你得帮我个忙。你们两个闹够了啊！来了，备了些货，这次管够，还放？放不放？先不放了。不放了？不找人了？哎，你哎，不是，哎，花钱了？什么情况？有病吧？是。公子，那群鸽子我已经放出去了。他们人呢？奇怪了，鸽子一放，他们就走了。没事儿。诸葛孔云应该猜到了我们去找他的目的，放出鸽子就是想告诉我们，他们父子之间是通过飞鸽传书来传递消息。这么普通啊？我以为这么重要的消息，他们会用什么特殊手段呢？有时候越重要的信息就用越普通的传递方式，这样才保险啊。不是，鸽子怎么查？没法抓呀。不用抓。去鸽房，黄无常是要犯，就算诸葛通更改押送路线，也需要经过刑部的审核，才能把消息传给诸葛孔云。鸽房没那么简单，你们去的时候小心一点。主管，神捕营的人登门拜访。让他进来吧。
是。见过秦大人。在下歌房主管小青猫，见过钟捕快。刚刚我并没有禀报姓名，你认识我？钟捕快这边请。家师曾经和钟捕王共过事，对钟捕王极其欣赏，而他的女儿便是神捕营唯一的女捕快，我如何能认不出？更何况法场之事，京城早已轰动。见过小青猫大人，您这个名字也是真奇特啊。小青猫是鸽子品种，羽色多为灰色，又称扎灰，体态小巧。在盛水的脸盆中观赏它飞翔的影子，其影不于盆外。怪不得你一身灰衣。不知钟捕快找我何事？我想请大人来神捕营一趟。我犯了何事？为何要去神捕营？忙你们的。是。大人不要多想，有些话不方便在这边问。听说他把歌房主管给带来了。对啊，说，您先别急，我能不急？说。你真以为那个娘们是个管鸽子的？提审他。京主管，放手坐。失礼啊！你说怎么还把您请到这儿来了？这要问问你们钟捕快。啊，钟捕快啊，就是这么个直来直去的人，多有得罪啊！无妨，都是刑部同僚。钟捕快说。一会儿有人来问话，是方守佐。啊，人呢？人呢？人来了。首座。秦主管。萧北明。赵市长见识了，刑部官员竟然要被一个犯人问话。秦主管，您误会了，此人只是旁听，有些案情和证据需要他来印证。今天我和钟捕快把您请来，就是针对案情，想要向你请教。那不知你们想问我什么？秦主管爽快，那我便明说了，有一个名为黄无常的要犯在押解途中被劫走。我们是想询问此事。要犯被劫，跟我有何关系？按真营用来传信的信鸽是你们歌房的。那你们是想说，情报是从我歌房传出去的？我们当然不是怀疑卿主管，你我皆知，歌房实则是大齐的情报院，您又是情报院的情报主管。想从歌房窃取秘密，简直难如登天。可是，信鸽在送信的途中，有没有可能被截获呢？诸葛首座和诸葛公子都不是等闲之辈，他们有自己独特的封书方法。若是歌书中途被起封过，难道他们会没有察觉吗？我们歌房的信鸽是受过专门训练的，想要从信鸽身上做手脚，难度很大。你们想多了，我劝你们呢，还是换个思路查案吧。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，我该走了。哎，秦主管，来都来了，在神捕营用过饭再回去吧。
能说的我都说了，各方有铁律，再下来神捕营已经是坏了规矩，也给了面子。方首座，还请体谅。明白明白。青主管，黄无常作恶多端，必须尽快抓捕归案，还请青主管相助。此事与我无关，我只负责收集情报，照看好我的鸽子。请等一等，青主管，我曾听过一些民间奇事，说大齐东部有一个小岛，岛上有个古老部族，世代靠饲养驯化飞禽为生。他们族人的大拇指与常人不同，极其修长。适才我见青主管的手指亦是如此，难道传闻是真的？不是传闻，我确实是玉雀族的族人。原来真有玉雀族。那东海国？东海国想让我们一族做他们的谍者，专门为他们办事。我们不同意，他们便将我们整个部族灭掉。我侥幸逃脱，来到大齐，才一直生活到现在。原来如此。秦主管，请问您如今在大齐过得如何？很好，朝廷对我很照顾，又有了家人和朋友。不知你问这些做什么？秦主管，黄无常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，我们发现他背后有个巨大的阴谋，一旦他的阴谋得逞，大齐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。百姓是无辜的，你失去过，应该明白那种绝望的感觉。秦主管，还请您看在大齐百姓的份上，帮帮我们。好吧，我承认，我确实有所隐瞒。其实，歌房的每一封歌书上写了什么，在歌房都有抄录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我想知道，我都能知道。不是说很多歌书都有特殊的封书方式吗？我们有世代相传的手艺，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看到里面的内容。不要误会，这是情报院的职责，监看也是为了防范出现更大的灾祸。朝廷允许这么做，是因为青主管的忠诚经得住考验。我要说的是，我虽然看过诸葛父子往来的书信，但也不知道具体内容，因为他们用的是密语，需要参本才能译出真实的意思。您的意思是，劫走黄无常的人破解了诸葛父子的密语？这怎么可能？当然有可能，各书情报有价值，外面自然就有专门收集破解的人，这甚至已经是一门生意了。还有这种生意？确实有，江湖上有专门收集歌书情报的人，叫书商；还有一些人负责破译获取的情报抄写下来，叫抄书人；买卖情报的叫藏书人。方首座说的没错，劫走黄无常的人一定跟这群人有关系。我曾经调查过他们，经常在四宝街出没，也许你们可以去那儿碰碰运气。诸葛父子新建的抄录，各房里有留存，到时候我会派人送过来，希望对你们查案有所帮助。多谢秦主管。你们还在那儿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恭送秦主管？请。为了那些百姓，还请神捕营诸位务必能将黄无常绳之以法。一定。另外，我不相信能说出刚刚那番话的人，会是传说中那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。萧公子，祝你好运了。
给公子的。啊，公子吃不惯伙房里的东西，让我去外面买。人都被关起来了，还这么多事情。首座，这么关下去也不是办法，毕竟咱们抓了萧北明，要不还是去陛下面前求求情，早点把公子放出来吧。求情？夜杀案破不了，你恐怕也要为我准备牢饭了。这是卿主管差人送来的歌书内容。这写的是什么？读都读不通。不通就对了，参照参本翻译过来，不就通顺了？还是要找到参本，得再去找一趟诸葛孔运。诸葛孔运现在被关着，谁都见不到。其实也不难，我们又不是没有潜进去过，再进去找找就是了。你当暗针营的人都是傻子，吃过一次亏，他们肯定会有所防备，万一被抓到，不就麻烦了？有一个人可以。谁啊？李龙。诸葛孔运那个贴身侍卫，我们又没跟他打过交道，而且暗针营和我们神捕营的人不对付，确定他会帮忙吗？那也只能试试。行，这事交给我。那四宝街呢？要不我俩去？是啊，哎，我天天去巡街，对四宝街那可太清楚不过了。街上但凡有点什么变化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。哎，没错，师妹，让我们俩也替神捕营出点力。好，我去跟方首座说。切记，他们在暗处一定不能穿官服，打扮成寻常百姓模样。一旦抓到，即刻带回，不要做任何逗留。是，师兄。注意安全。我们公子喜欢吃酸的，醋焖牛肉一定要用10年以上的陈醋来做，还有桂花糕里不要放太多糖。好嘞，您稍等，马上安排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天子1号通缉犯萧北明落网了。嗨，这么大的事儿谁不知道啊？我还听说他是为了神捕营的那个女捕快才现身法场的。如果不是他及时现身，那个女捕快就被暗针营的人给冤死了。你们说奇怪不奇怪？他杀了这姑娘的爹，但是为了这个姑娘藏得好好的，又跳出来了。这姑娘也是，明明是他的杀父仇人，但是对萧北明看起来完全没有一点恨意。哎，这俩人真是让人捉摸不透。你们说这萧北明真是夜杀吗？我怎么觉着这不像是个魔头能干出来的事儿啊？嗨，当年那一系列案子也没有实证，都是嫌疑和猜测。我现在觉得当年之事可能真的另有隐情，那暗针营啊，可能真的抓错人了啊。有道理。神捕营。这么长一条街，怎么个找法？挨家挨户的找，挨家挨户的找。这街上大大小小至少有上百户，这得找到什么时候啊？而且这日头这么大，咱哥俩先找个地儿歇会儿。我在义庄看了3年的尸体，我早就歇够了。我告诉你，这可不是你平日里巡街可以偷懒。你要是敢耽误师兄，神捕营的正事，我跟你没完。哎，行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想试探一下你。看这义庄3年你生没生锈，看来你攒下不少劲儿，那我就放心了。走，我去接头，我去接头。我说我去接头，你去接尾，半个时辰以后会合啊。我们好像回到了以前的日子啊。是啊，要是他们都没出事就好了。哎，行了，抓点紧吧，别让他们等太久。你们当着我们的面把萧北明带走，现在整个暗针营都变成了笑话，还指望我帮你们的忙？哎呀，李护卫啊，
李护卫，消消气啊！咱们现在怎么还分你我呢？咱们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你看，你们安正英把黄无常弄丢了，我们找过来也是在帮你们忙。少来这套！你们要找黄无常，直接去审问萧北明不就可以了吗？何必大费周章？难道因为你们是旧人，就枉法徇私，不对他用刑？你这人脑子怎么转不过来呢？我大哥若真是夜煞，还用得着来求你？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他不是夜煞？我们手都说了，萧北明阴险狡诈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掩人耳目，他身后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。你们若是徇私，我一定去陛下面前讨个公道，让你们把人给还回来。童双，童双，李护卫，先别着急，再考虑考虑。我们公子就是被你们给害惨了，找我帮忙，简直痴心妄想。就是个榆木脑袋，就是。要我说，就跟上次一样，直接把他打晕。霍小姐帮我易容见安真英，比求这个榆木脑袋简单多了。我查过了，自从上次以后，他们安正英的暗号口令那是每天一换，就算会易容也没有办法。那怎么办？小二，哎，进来一下。好嘞。这一条街都走了个遍了，哪有什么书生啊？这些人既然敢卖歌房的经，那必然不可小觑。既然没找到什么旧书摊，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伪装成了别的小贩。别的小贩？四宝街糖人味道天下一绝啊！哎，走一走看看。客官，你这糖人如何卖啊？做好的5文钱一串，现做的8文钱一串，要不来点？来2个。好嘞，拿呢？不干正事啊？哦，有，前面那个路口左转就是。啊，哎，等等。有，卖糖嘞！哎，你行啊！能想到这种流动小贩常年都在这一条街上，从街头到街尾每一个摊位他都很了解，还真能问出东西来。你更行，还是那么不正经，竟然能想到那些玩意儿。他们这些都是掩人耳目的买卖，我想他们除了贩卖情报，应该还卖些不正经的东西来挣钱。毕竟买情报的人是少数嘛。我看你这样子不像是第一次买禁书啊！我记得在大齐买卖禁书是要罚钱的，你这平时……哎，别！我在亦庄那种鬼地方，总得想想法子解闷儿。到时候呢，你就往那里面放张纸条。这可不行。这有何不行？只是让你往糕点里放张纸条，又不是下毒，你怕什么？哎呦，客官，这真不行，这。不是，客官，这我没干过这种事儿啊，这钱我可不敢收。我告诉你，我们正在办大案子，你听我们的话，出了任何事，神不赢担子与你无关。但你要是再推三阻四，耽误案情，可就是犯了大罪，明白吗？是，小的明白了。两位，干嘛呢？砸场子呀？砸什么场子呀，老板？我这儿有本好书，你收不收？官府的好书。看两位，确实出身不凡。什么好货？说来听听。啊，当然，我这个就是些小本经营，你要太贵的话，收不起啊。要是对路的书，贵点也不收。那要看什么书了。刑部的天书。
么还有这种好货？哎，这儿人多眼杂，咱们找个僻静地方说。这能行吗？赌赌运气吧。东西呢？我验货。哎，你们谁是抄书人啊？看来真是找对人了。哼。啊？不是，哎，什么意思？哎，李护卫，这是您刚才要的酒，谢了。走，老实点儿。这我，老实点儿，跪下，跪下，跪下。我接下来问你的话，你要如实回答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好，您说，叫什么？杜狗子。杜狗子，你是干什么营生的？我们一清二楚。废话少说，平时都是如何获取信息情报的？平时少数是来自买情报，其余大多数都是截取信鸽。可歌房的信鸽都是受过训练的，你又是如何截取的呢？歌房的鸽子每天都会放出来遛，有人会在歌房的附近撒一些食料去引诱鸽子吃，但是那群鸽子还挺聪明，不轻易吃外面的食料。我们做的诱饵却能做得跟歌房的食料非常的相似，后来就成功引诱他们来吃了。久而久之，那些传书的鸽子就会偏飞到他人手里，歌书的内容就是这么被泄露出来的。你最近有没有截取过暗针营的情报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我手里那些都是旧情报，卖不出什么价的。那我要是有暗针营的情报，我也不至于去四宝街摆摊吧。哎呦，两位官爷，别这么看着我了。干我们这行的不能乱咬人的，要是乱咬人的话，出去就送命啊！杜狗子，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说还是不说？我不说，在哪儿都是死，出去也死，在这儿也死，我在这儿死。来，动手吧！来，甭跟他废话了，快，都快点！这个是最轻的，我这个也还行，比他那个稍微重点。要是这两个还不行的话，那边还有一个。来吧，来吧，啊！等会儿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有话说。既然您想起来了，那就站起来好好说吧。不用，我跪着说。站起来。好嘞。那个，前不久我是听说有一个书商截取了暗针营的情报，他是我们这行的老手了。但是我也只是听说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个人。他将情报送到了何处？抄书人又是谁？据说他平时就做书商，也抄书，他还懂结语。我估摸着这个人肯定是亲自跟那些上线藏书人联络的。他平时禁书较少，自己写书较多，而且他出的讯息都是跟官府的命案有关系，所以在外面一直流传了一种说法，说这个人就是在刑部当差的。别看了，两位，我其他都真的不知道了，我该说全说了。
外面有消息了吗？钟雪曼他们在做什么？没有什么最新的消息传过来。公子，我一直想问你，你把萧北明交给了沈捕营，让自己落到不见天日的地步，值得吗？当然值得。可沈捕营和暗真营毕竟是死对头，这不是在帮沈捕营的忙吗？那些无谓的争斗，远远比不上人的性命和真相。可萧北明毕竟是夜煞呀。尚未证实。你不是一直问我，早就发现他在钟雪曼身边，却为何迟迟不抓他吗？没错，陛下早就下了旨，若是抓不住他，公子和首座都要掉脑袋。公子为何不仅不抓他，还几次故意放走他？因为这世上最不希望他是夜煞的人，除了钟雪曼，可能也就是我了。可是公子不是一直很讨厌萧北明吗？对，我厌恶他，厌恶他比我聪明，比我果敢，比我会鸡凶查案。如果这世上有人最希望他死，那可能也是我了。我不明白，这就是人矛盾的地方。你最厌恶的人，也有可能是你最敬畏的人。你最希望他声名狼藉的人，也有可能是你最希望他能够重见天日的人。你最希望他死的人，也可能是你最希望他活的人。如果他真的是夜煞，那我这个一直追着他跑的人，岂不是这世上最蠢的人了？可是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不是夜煞。没错，确实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他不是夜煞。首座一直告诉我，办案需要证据，吉凶需要证据。可有些时候，所谓的证据，就是遮蔽双眼的谎言。当他现身法场的那一刻，我看着他那双眼睛，我就知道没有赌错。倘若他真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，怎会为一己儿女私情只身犯险？又怎会有一帮不顾个人安危、愿意为他挺身而出的伙伴？所以，他一定不是夜煞。我可能关的时间久了，脑子不清醒。如果首座听到这些话，又该罚我了。李龙，虽然你是我的护卫，但也是我为数不多可以真心以待的朋友。今天能跟你讲这些话，我心里舒服多了。来，吃饭吧。公子，你说的这些，属下听不明白，也不想明白。属下不相信沈捕营那群人，更不相信萧北明。我知道。那我今天说的这些，你就当没听过。吃饭吧。但是属下永远相信公子，永远。这是沈捕营那群人，他们想让我给公子递话，被我给拒绝了。他们便把信塞进糕点里，可还是被我发现了。谢了。裙子撩人。
你们的信，公子收到了，他让我过来回个话。感谢。参本叫《东海荡寇志》，可这明明是一本绝版了的书，我调查了一圈，根本没有发现。师妹，你民间话本看得多，你有印象吗？哼，《东海荡寇志》都不知道。哎，等等，你干什么？别动手啊！你知道这本书？这谁不知道啊？讲的是前朝将军猎杀海寇的故事。你怎么会知道啊？哎呦，这宝兴茶楼里有一个说书先生，他平日里常讲的就是这个《东海荡寇志》。我听说这本书已经绝版了，所以整个京城就他一个人会讲。当时好多兄弟都去听过。要是真有人拿这本书做什么密语参本的话，那肯定得去找他了。今日那个书商交代，有一个抄书人十分可疑，甚至可能是刑部当差的。这么说，咱们内部真有奸细？那就麻烦方捕快帮我们跑一趟了。哼，怎么，指挥我做事儿啊？不行吗？行呗，老样子。吃就吃啊，我去了。王师傅，哟，方捕快，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我有事儿想请教你。你说，你最近可把《东海荡寇志》的绝本给别人抄录过吗？尤其像跟我一样的捕快。让我想想。能找到我这儿来的人本来就不多。哎，想起来了，还真有这么一个人来抄过，你们还挺熟的，就是你们神捕营的蒋捕头来抄过，除此之外再无他人。蒋师兄，他人呢？没找到，昨天还见他了，今天突然就消失了。肖北明，人应该还没有走远。方英，你去营里打听一下，看最后哪个兄弟见过师兄。好。童双，你带几个兄弟去各城门询问一下守城门令，看有没有见过师兄出城。如果没有，派人在那盯着。好。师妹，你去师兄家里看一下吧。方守则，把营里的兄弟都派出去，全城搜索，不要打草惊蛇。好。最后有人见到蒋捕头是在今天早上。我问了所有守城门的门吏，他们都没有见过蒋捕头出城。不到一日，应该还在城内。方隐已经带着人在搜大街小巷了，再等等吧。蒋师兄家里聒噪冷清，看起来像是几日没回来了。我还在他书桌底下发现了《东海荡寇志》。我记得，师兄是个孝子，在3年前，他母亲还生过一场大病。钟捕王之前，让营里所有的兄弟凑钱，替他老娘治病。听说这些年，他一直把老娘带在身边伺候。就算蒋捕头把自己藏起来，也不可能带着年迈老娘东躲西藏的。聒噪冷清，母亲年迈多病，且行动不便。今日家中无人，又没有出城迹象，莫非家中出了什么变故？
肖师弟，我知道你能找得到我。自从你现身，又被方守则带回了神捕营，我就知道这事儿啊，再也瞒不住了。我做的事儿我认，其实也没想躲着你们。你为什么要把消息透露给叶煞？你这样做可对得起神捕营？你对得起我爹吗？如若不是被逼无奈，我也不愿意这样。我有罪，你们抓我吧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娘病重，瞧病得花银子。我之前在各方当过差，懂节语，所以就干起了抄书的营生。我知道不对，所以我送出去的书从来不牵扯人命，就是为了让自己心里好受一点。那你为何还与黄无常合作？他是重犯。是重犯，可后来我娘的病是越来越严重，甚至开始吐血，她每天晚上都疼得睡不着觉。郎中告诉我说，瞧病得需要50两银子，如果再不看的话，就真的无力回天了。你们是最清楚的，你说我一个捕头能赚多少银子呀？也就在这个时候，黄无常的同伙找到了我，让我弄出押解黄无常的路线。我是真没辙了，我为了我娘，决定铤而走险。诸葛通想收买我，替他在安贞营做事儿，我就将计就计，假装的投诚于他，套出他的话，推断出参本是何书，然后用饵料又来的信鸽盗取了各书，将黄无常的押解路线卖给了黄无常的同伙。可能是罪有应得吧。我虽然拿到了那50两银子，我却没救了我娘的命。身为捕头，却知法犯法，这是我应该受的。你跟黄无常是如何交易的？在什么地方？交接之人是什么模样？是在找我吗？你是叶煞？他怎会亲自来见你？你还不够资格。我要的东西带来了吗？这是阵营的传输路线，里面的密语我已经翻译好了。接触的是他的一个手下，他戴着面镜，额头上有一道很深的伤疤，还有他的脖子上戴着一个贝壳形状的饰品，样子很特别，在京城不常见到。我能告诉你们的，也就只有这些了。走吧，师兄。神捕营的兄弟们，这几天我看着你们去法场救小师妹，查案子、找线索，一个一个的干劲十足。我看着萧师弟虽然身在牢狱，带着镣铐，但好像还是从前那个意气风发的小师弟。好像你们所有人都回来了。但是只有我抢义，你们这个老师兄啊，回不来了。
说话动人呐！方首座，我对不住你，对不住兄弟，对不住了。同学们，方首座，我能不能在走之前，再给我娘磕几个响头啊？镊子，镊子！老畜生和师兄的尸体上都有这种晶石，绝不是巧合。难道这世上真有能用雷电杀人的艺术？如果真的有这种艺术，那背后施术者会是谁呢？他为什么要杀了老畜虫和蒋毅啊？难不成是叶煞为了杀人灭口？蒋师兄见过黄无常的手下，有被他杀的可能。可老臭臭，叶煞还要留着他炼丹，不会杀他呀。我想到一个人，他是童寿将，或许他知道晶石是什么东西。什么是童寿将啊？你有见过庙宇宫殿的飞檐上修筑的铜兽吗？你知道那是干什么用的吗？我以前在书里面看过，铜兽的舌头是金属做的，用来引雷，里面有一根铁管，一直通到地下，是用来避雷和防火的。你看，还是霍小姐聪明。铜兽匠顾名思义就是制造铜兽的匠人，也是最能跟雷电打交道的人。雷电之事，问他们准没错。蒋师兄说黄无常还有个同伙，穿黑袍戴面纱，脸上还有疤，脖子挂着一个形状奇特的贝壳首饰，这应该是个有用的线索。我倒是知道有个去处。我已经有那个东西，把蒋毅杀了。大人委派属下的任务，属下已经完成了。大人答应过我，任务完成后，便放我一条生路，让我和妻女归隐山林的。可沈捕营和岸真营还在调查，你若现在归隐，要是被查到，我该如何相信你不会泄密呢？死人才不会泄密。大人饶命啊！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看在你忠心耿耿的份上，我不会杀你。你最好给我机灵点，你妻女的命可掌握在你自己手里。主公的仙药马上便要炼成了，这次不能再失误，否则我们都别想活命。是。不是，你到底要带我们见的人是谁啊？这么神秘。此人叫焦野，是铸铜兽的顶尖高手。
它可以根据房屋高低、形状不同、气候环境做出不同的铜兽。凡是安装了它铸的铜兽的建筑，从来就没有被雷击过。就连皇宫都邀请他修筑铜兽。这么厉害，那看来我们这次肯定找对人了。童双，你看起来忧心忡忡的，找这个焦爷帮忙，怕是没那么容易吧？又被你猜中了。但事到如今，也只能找他了。走吧。这个月的单子已经做完了，不接新活了。九爷，最近可安好啊？是童捕快啊？是，我今天带俩朋友来，有东西想找你看看。你能来，我很意外。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。这可是个稀奇东西。九爷，你给个痛快话，这东西你认不认识？是不是刚拿到手的时候，闻到一股甜腻的味道？焦爷，看来我们没有找错人。那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可以告诉你们是什么东西，但是你们得帮我做件事。什么事儿？九爷，您这是？1个月前，我在做工的时候，不慎从房顶上掉了下来。这个铁针刺穿我的颅骨，没有伤到大脑，奇迹般的活了下来。可是郎中说，这个东西不能拔，拔了就必死无疑。我脑袋上带着这么个东西，一旦发作起来，我就头痛欲裂，我要喝好多止痛酒才能缓解痛苦。我真是受够了这个折磨了。我找了好多人，他们都不敢拔。你们不是想问那个东西吗？只要你帮我拔了，我什么都可以告诉你们。其他郎中都不敢拔，那我们怎么敢呀？疯子，你是医者，你劝劝他。你懂医术，你能救救我吗？您这风险可不小啊。那你快告诉他，有几成把握？不足5成。焦爷，这东西留你脑袋上，我觉得最安全了。这东西没扎在你脑袋上。焦爷，您莫激动，我能帮你拔。疯子，这东西要是拔不好，我们就是凶手啊！你尽快拔，我不要你担责任。我可以写份遗书，保证你们清白。你不是想问我这个东西吗？你有求于我，必须先帮我办这件事。焦爷，我帮您拔，并非只是为了所求之事，而是医者仁心，岂能做事不管病患之苦，为生死之责？况且您头顶上顶着这个，也命不久矣。这事危险甚大，我需要您一句话。拔吗？拔！一旦我拔出铁旗，落下金针，你们要立刻服药止血，绝不能耽搁。好。焦爷，想想您平时还有什么憾事，告诉您一个办法，在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，想想自己的遗憾，就会有活下去的动力。我想去正德门城楼上吹吹风，因为那上面有一个铜兽是我做的，那是我这些年铸得非常满意的一尊。钟捕快，请您过目。要说这贝壳制品呐，您可真是问对人了。纵观整个京城，恐怕只有小店之中才有啊。金掌柜如此肯定啊？那是自然的。
啊，您有所不知，其实佩戴着贝壳首饰，乃是东海一带的习俗，寓意吉祥平安。但加工贝壳的工艺呢，却只有蓬莱的匠人才懂得。纵观整个京师之中啊，也只有小店之中有那么一位蓬莱的匠人呐。那麻烦您把他叫来，我有话要问问他。当然没问题。您请便。来人。焦爷，我把这副药的药方和剂量都写在纸上了，半个月之后便可好，半年之后便可与常人无异。那我也要把你们想要知道的东西告诉你们。我们同寿将都知道，京城东边有座山，它特别诡异，一到阴天下雨就遭雷击。时间久了，我们管它叫骊山。我对这个骊山很好奇，经常四处打探研究。后来在一本古籍里看到，有一种传说之物，一遇到阴天下雨就会遭雷击，而这个传说之物就来自于骊山。那传说之物名曰骊金，虽然是金属，但宛若油脂，平时看上去与普通水银也并无不同。但是，一旦进了人畜体内，遇上阴天下雨，就会引来雷击。骊金遇上雷金以后，就会出现像你们刚才给我看到的那个彩色的晶石，便从人畜的身体中显现出来，还伴随着甜腻的香气。这普天之下竟然有如此神奇之物！既然这骊金如此难寻，您可还见到有其他人用过？山货行的猎户在1个月前叫我帮他打造一尊铜兽，我在偶然间发现他使用骊金狩猎，没想到传说中的东西居然在现实中存在。我由于好奇，就上前多问了他几句。1个月前，难道是您受伤那次？是在第2天做工的时候，我便从房顶上摔了下来。这事儿恐怕不是不小心，是有人存心加害于你啊！加害我？那个猎户，我平时看他跟老婆孩子都非常好，一家人其乐融融的。你说他为什么要害我？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骊金既然能拿来打猎，也可以拿来杀人。况且你还看到过他历经打猎的样子。那你好生调养，我们这就去找他。等等，切记，一旦骊金进入体内，阴天下雨不要出门，要躲在密闭的房间里待够12个时辰，等骊金在体内消散后方可出行。多谢焦爷。刀疤脸，对，他戴着面巾，额头上有一道很深的伤疤。我不认识他，只是口音上能听出来，他和他夫人啊，应是小人的同乡。您说的这贝壳饰品呀，那就是他夫人特地找小人定做的。您可知他现在住在何处？这不知道，但看打扮，他们应该是山里的猎户。猎户？对。我们两边查到的线索都指向同一个人，一定是他没错。他手上有骊金做的武器，等我抓捕的时候，你们跟在我屁股后面，就算要劈也是先劈我。大白天的说什么胡话？来了。哎，童双，周围人太多了，以防万一。霍姐姐，你先回神捕营叫人，我们盯着他，一定要小心。注意安全。
没有那么快。周慕寒，现在怎么办？顾不上那么多了，跟上他。喂，别去，疯子，他有办法。嘿嘿，老兄，老兄，什么事儿？哦，我和家人走散了，这深山老林的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想和您打听一下路。你要去哪儿啊？哦，我这有地图，您方便给指条道吗？好啊。我猜你是想问我神捕营在哪儿，对不对？风无错。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快追！他躲起来了，他常年在这里打猎，熟知这里的地貌环境，凭我们2个是找不到他的。这样，我在这看着，你去把神木营的兄弟叫过来搜山。放心，他武力不高，我一个人足矣。多加小心。公子，霍小姐刚刚告诉我，黄无常可能躲在骊山上，神捕营的人正在集合人马，准备围山。骊山，这消息会不会有诈？绝对不会。他们怎么会好心把这么重要的消息告诉我们？一报还一报呗。现在应该是福报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赶紧给我放出去！我要跟首座汇报此事。可是陛下谕令，现在管什么谕令啊？再晚一步，黄花菜都凉！快点，开锁。首座，属下把人带来了。通说还没有找到吗？山上突然起了大雾，已经派出好几波兄弟了，别说同霜，一个人都没下来。这山还能吞人不成？说，要不咱们还是先等援军吧，等城卫军的人一到，把山一围，我不信他们不下来。方首座，同霜还在上面呢。情况危急，我们来不及了。方首座，让我上去找吧。属下愿意同去。属下愿意同去。我也去，我也愿意，我也愿意，我也愿意，我也去，我也愿意。方首座，继
记着，都得给我活着回来。走。此处雾大，大家小心一点，向我这集中。同双应该就在前方，我们接着往上走，小心脚下，小心一点。处理好了吗？处理好了。这个蠢货，受了伤竟然还敢往这里跑，平白无故引来捕快，真是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各位，我怎么感觉咱们刚刚走过一遍了？这里啊！哎，快看！难道真的有鬼大桥？别怕，是我们到地方了。什么地方？镇里。我们之所以会迷路，是因为这骊山上被施了阵法。阵法？这世上还有阵法？确实有。传闻中，前朝有一个将军以地势为阵，将数千名敌军困在一处10天10夜。所谓阵法，也不过是利用着山中大雾，还有周围环境蒙蔽双眼罢了。这么说，你已经……大家跟紧我。走。把他扶下去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你不需要知道。给我上！上！
服你了。都给我杀了，一个不留！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反正又不是第一次，你们知道，你们拿我没办法。进了神捕营大牢就知道了，你又不是没进过。我知道你不是夜叉，真正的夜叉到底是谁？他在哪儿？你告诉我，我保你不死。你们不是查到海牙了吗？主上就在海牙，有本事你们就去海牙把他找出来呀！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黄辽。以后就跟着我吧，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了。主上，我要做什么？复仇。